前阵子 NHK 释出了一部纪录片片中指出中国很可能在悄悄地向全球发动战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安巡文件泄露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上个月，日本 NHK 电视台释出了一部名为《追踪中国泄露的文件》的纪录片。片中呢，中国一间叫做安巡的民间公司发生了文件泄露事件，多达577份的档案，内容有各种用于网络攻击的技术，以及包含欧、亚、非洲在内的20多个国家、民间或政府机构的内部资讯。为了追查解读这些资讯，NHK 花费了半年的时间，走访7个国家，访问各式的学者还有专家。最后，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很有可能正在对全球很多的国家进行认知战，而且人们也在不知不觉之间面临社会分裂的风险。这结论是真的吗？ NHK 到底发现了什么？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得到这个结论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知道吗？膝盖保养不只是长辈的事年轻人也需要留意。如果想要开始保养，那可以试试看这款飞利浦膝盖按摩器。有些人的膝盖因为各式劳动可能会有酸痛无力的情况，那这款无线按摩器除了在哪都方便用，还可以调节3档温度，快速的发热，促进膝盖血液循环。加上10大气囊环绕式包覆 Airwave 空气波技术，透过多腔气囊反复充气放气，模拟按摩师傅指压体干。除了舒缓膝盖紧绷和不适感，也不会过度的用力搓揉或是按压膝盖，保护你的肌腱、软骨和韧带哦。现在上泽泽平台享超早鸟限时57折起，马上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了解更多资讯吧。纪录片指出，最先发现安巡文件泄露的是台湾的资安公司 Team T5。今年2月呢 ，Team T5 在推特上面发现了一个 GitHub 连结，这个连结里面有着大量跟中国民营企业安巡信息有关的文件。而在这总共577份文件里面，有包含大量用于网络攻击的技术工具，像是怎么样入侵 Google Windows 账户、骇入和控制电脑、如何远端操控手机等等。除此之外呢，安巡似乎也掌握了不少外国政府的内部资料。那再加上文件里面也保留了安巡员工的聊天记录，像是现在平台做出来了，很多公安都愿意过来，还是把资源投入到公安，换取市场空间等等，好像也暗示了安巡公司跟中国警察部门可能有所往来。所以 Team T5 认为这个安巡外泄事件很值得研究。像他们的网络威胁分析师张哲成就说，这些文件或许可以作为中国政府参与网络攻击的重要线索，甚至让大家外界呢了解说中国政府跟民间公司是怎么合作的。那今年初这个安巡外泄事件其实就曾经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不过当时中国政府表示他们对此毫不知情，这些都跟他们无关。那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NHK 展开了一系列的追查工作。首先 NHK 想到的是，应该要先确认这些文件的真实性，毕竟如果这些文件根本就是伪造的，那其实后续的推论可能都没有意义。在浏览文件的内容过后呢，他们发现这堆文件里面台湾的存在感好像蛮高的，比如里面有大量看起来是窃取而来的台湾人个资，还掌握了台湾全境的交通数据。另外，在内部的员工的对话记录当中，也提到安巡想要针对台湾的政治大学进行网络攻击。于是 NHK 记者来到了政大，采访长期研究中国议题的政研所黄兆年副教授。根据副教授的说法，就在安巡员工指明政大作为目标的同一时期，政大的网络服务器确实有遭到不明人士大规模攻击。不少老师，包含他自己的信箱账号，都有多次被尝试登入的记录，还有老师的信箱内容呢，有被复制跟下载过的迹象。那除了台湾呢 ，NHK 也发现这批安巡外泄的文件当中，有多份以 CZ 命名的档案。那比较熟悉的人可能会知道 ，CZ 其实就是捷克的国家代码。所以 NHK 记者呢，直接远赴捷克的布拉格，采访参议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帕维尔·费雪。在看完文件之后呢，费雪证实这些真的都是欧盟的内部资料。攻击者呢，在当时应该是想要获取欧盟如何应对俄乌战争，还有能源政策等等的相关资讯。他说，对于安巡来说，他们只要成功入侵欧盟一个国家，就可以连带看到其他成员国的资讯，足以对国际造成重大的威胁。而借由以上2个案例NHK 推测，这批安巡外泄的文件应该都是真实的。那刚好就在这个时候，台湾的 Team T5 也回报了新的发现。
Team T5 表示，他们在分析安寻文件时找到一个安寻内部有在使用的 IP， 分析后发现这个 IP 地址跟过去不少用于网络攻击的地址相同，全都是各国专业机构曾经指出有中国当局参与的攻击地址。除此之外呢 ，Team T5 还发现，在安寻文件里面有一个 Trustone 程式的产品介绍书。这个 Trustone 呢是一个恶名昭彰的中国骇客组织 APT41 非常擅长使用的恶意程式，这些都美国司法部的记录佐证。Team T5 解读认为这可能代表安寻公司有可能就是提供或开发 Trustone 技术的人。NHK 呢也推测，这代表安寻跟中国的骇客组织应该有合作的关系，但他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合作，好像还是问号。为了回答这些问题NHK 团队决定亲自跑去安寻在中国的总部。在纪录片当中，他们一连跑了上海跟成都2个办公室。不过，当记者抵达现场后，却发现办公室早就已经人去楼空，连招牌都拆了。于是记者们决定改变策略，他们跑去法国改跟白帽骇客合作，想要掌握安寻员工的动向。而在专家的协助之下，他们还真的成功找到2位关键人物：安寻的 CEO X 以及工程师出身的合伙人 Y。调查显示，2013年 X 跟 Y 两人一起合资创办了安寻信息，但他们到底为何要创办安寻呢？从2位创办人的聊天记录当中，NHK 发现他们似乎非常重视跟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经常在讯息当中呢提到与公安往来跟公安交易等等内容。关于这点长期分析中国骇客的这个美国网络研究员梅达诺夫斯基指出，早在2014年，习近平明确的说出要准备资讯战开始，中国的网络安全产业就像雨后春笋一样的飞速成长。毕竟有钱赚的地方呢，大家都想分一杯羹。包含了安寻信息在内，中国有超过4000家的业者都在从事类似的工作。那调查进到这边HK 纪录片的观点是认为，当初创办安寻的2个人，应该就是想要乘着这个风潮一展长才，顺便赚钱。那换个角度来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子，那理论上面可能有机会找到更多跟中国官方有关的文件内容。那在检视安寻文件之后，他们发现在客户销售的栏目上面有超过一半都写着中国公安，有些文件上面呢还直接写明这个技术呢是根据公安的需求而开发的。然后呢，这边的公安除了有中央政府也有包含了地方的公安单位。不管是哪个，他们都投入了大笔的预算跟安寻合作，购买技术等等，一笔订单的金额呢，甚至可以达到100万人民币。所以 NHK 认为安寻跟中国当局之间应该确实有合作关系。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所以中国到底为什么要跟安寻合作？关于这点纪录片给出来的答案是因为他们要发动认知战。为了厘清中国公安跟安寻合作的细节， NHK 记者联络到了曾经在中国广州担任公安，后来却跟政府杠上，目前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邓海燕。邓海燕指出，中国政府碍于内部的人力还有技术都有限，所以必须要把部分的业务外包给像是安寻这样子的民营公司。而在这么多样化的服务里面，他特别指出，舆情操控，也就是认知战，是中国公安部门的重点需求。比如这些文件里面就包含了推特舆论导控系统，只要简单的操作就可以窃取特定账号的权限。而这个观点呢，与其他同样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不谋而合。像曾经负责在微博上面审查言论的刘立鹏就分享了他们当初处理敏感词汇的 SOP。而曾经担任人民解放军海军中校的姚晨也说，现在很多问题的根本就是因为中国跟西方的价值观还有意识形态有很多的不一样。那为了解决这样子的问题中国相当的重视认知战，这也是中国军队的改革重点。而至于认知战是怎么样进行的呢？纪录片举例中国可能会透过盗用假冒海外异议人士的账号，在群组里面发表跟本人立场完全相反的极端言论，想要混淆其他人认知或者造成纷争。又或者他们会利用机器人的假账号，刻意的大量散播特定的言论，让一般的民众误以为那个言论风向真的就是主流的多数民意。纪录片表示呢，透过这些手法，中国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改变各地的民众对于特定议题的观感，悄然的改变世界的格局。而姚晨在受访的时候也语重心长地说，要是你有准确的理解战争，战争其实早就开始了。安寻文件泄露事件爆发之后，引起了不少资安还有国安专家的关切。长期研究中共议题，并且曾经担任美国政府官员的艾菲迪米德斯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这个事件能够有效的帮助外界了解中国的网络行动如何进行，同时展示了中国骇客的规模已经遍布全球。而网络安全顾问公司 OODA 的创办人鲍勃高利则认为中国政府外包给民营的可能还算是比较基础的业务。
其他更进阶的像是间谍活动，应该还是会由共产党政府直接管理。但同时他也强调，即使是相对基础的网络攻击，仍会对全球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另外，美国研究认知战的先驱学者沃尔兹曼呢，在受到 NHK 采访时也特别提到，虽然主流的说法都认为，如果我们要抵抗认知战的威胁，就应该要提升所有人的媒体识读能力，但他认为这是过于理想的童话。因为根据他的研究与理解，他觉得一个人的立场跟信念一旦形成了，就很难再改变。换句话说，他觉得如果是已经被认知战影响的人，就算提升媒体识读，可能也没有用。比较理想的方式，应该是在认知战到来之前，先为人们形塑坚定的信念。但在这个访谈当中，他也没有提到具体操作的方式，只能够用有点无奈的表情说，人类未来要面对的恐怕是一个真假难辨、越来越分裂的社会。关于认知战这个主题呢，相信有不少观众都知道，前阵子其实我们也有做一支说书影片。在那支影片里面，我们沿用了书中的内容，把政府阻挡采购疫苗当作如何防范认知战、怎么练习媒体识读的举例，引起了许多观众的讨论，觉得这个举例并不适当。那么在反省之后呢，也认同这个写法确实有点不妥，它好像会让人觉得我们是直接把当时所有质疑的声音直接当成都是认知战的结果。然后在脚本当中，我们也有没有提供确切的证据或是完整的思路，导致不同立场的观众在影片底下互相吵架，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意思。而这也是我们觉得在讨论中国认知战这个议题的时候很困难的地方，因为不管是批评政府的声音，或是呼吁呢要小心中国认知战的提醒，两边的观点都不无道理，但同时双方也都很难举证说自己的想法一定100%正确，对方一定100%错误，所以就很容易变成讨论很难取得共识，只是继续吵架，继续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那当然，上次的影片呢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认为有很大一部分主要还是我们处理的不够细致。像这一次 NHK 的纪录片，他们在提出问题之后，记者就是直接亲自去访问、查证、确认某个假设有阶段性的结论之后，才会再往下追查更深一层的问题。而在这样的编排之下，大家对于资讯理解的步调可能就会比较一致，不会好像省略这个查证的过程，突然就跳到结论，有过于武断的疑虑。这点真的非常厉害也让我们学习了很多。不过，如果要从最严谨的角度来审视，我们猜可能还是会有些人会觉得说，这 NHK 论证的过程看起来有一定的逻辑，但还是有可能不可信吧？毕竟呢，他又没有访到中国的现任官员，也没有安巡内部的人真的出来现身说法。那这样子就代表这个纪录片完全都是唬烂，或是没有参考价值吗？我们觉得也不能够这样说。一方面在今年初爆发这个安巡外泄事件之后呢，全球就有很多人在研究，而 NHK 这部纪录片作为比较早期发布的结果，它的研究方法还是有一定的指标意义。那就算它真的有所缺失，也可以呢成为其他研究的借鉴或是养分。而另外一方面，认知战跟热战毕竟还是很不同，它的重点手法呢，就是要尽可能的不留痕迹的改变目标的思想跟行为。所以发动认知战的攻击方本来就不太可能会对外大方承认他们正在发动认知战。而且某些看似合理的批评，如果被刻意的放大声量，还是会对于社会造成负面的影响。然后这个影响或者说认知上面的改变一旦发生了，可能也会像沃尔兹曼博士说的那样子，很难再扭转回来。不过有个地方我们自己并没有那么的同意博士说的是，我们觉得媒体识读或者说看到任何资讯时停下来多思考多讨论，这个过程还是非常必要的。对我们这边说到的任何资讯，也包含那些看起来立场跟自己很相近的论述。因为现在呢，正是一个假讯息满天飞，每一方都可能成为攻击者，而每一个人也可能成为目标的时代。而且某些立场看似相近的言论或者是资讯，背后也有可能呢是有人想要刻意的煽动情绪，造成混乱的反串。如果我们停止思考，很可能呢就会更容易陷入封闭而且偏颇的信念。这样子攻击者要煽动这个社会的撕裂，恐怕呢反而会更加的容易。那当然，我们知道这真的很难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最后博士的表情会这么的无奈。那最后这部纪录片呢，其实有提到中国疑似对于台湾认知战的案例，但碍于篇幅的关系，这部分就留给大家自己去看纪录片。已经看过的人也欢迎留言分享心得好的，那么今天的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对于安巡文件泄露事件的想法是什么呢？对于骇客或者是网络攻击不意外比较意外的是，他们竟然会发生外泄事件。B 觉得很讶异原来他们掌握了各国这么多的资讯。C 还是不能够确定是否跟中国官方有关，持保留态度。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安巡文件泄露事件。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网红去成都是大外宣吗？以及习思想教育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